风魔狼36连斩！怎么可能？队长上次还和那个唐三酣战许久，这次竟然被一招打败了！该死！如果上次成功阻止了唐三，今天就不会……同样是融合技，小三背后有6名队友齐心协力的支持，风啸天背后却只有3名。这总魂力上的巨大差距，让小三具备了压倒性的优势。不止如此。风啸天最大的失误就是再次使用了疾风魔狼36连斩，这是他的最强杀招。上次也给小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，为何不该再次使用？正是因为上次的经历，小三对这招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，结果发现疾风魔狼36连斩和乱披风锤法都有一个类似的缺陷，那就是只要能够在这个技能施展之初将其打断，它的威力根本无法发挥。只有持续发动，不断叠加力量，才是这个技能最可怕的地方。那小三便是在风啸天加速的情况下，精准掷出昊天锤，还赶上了风啸天力量尚未完全发挥的最佳时期。凭小三独到的眼功与手法，想必早已算准了风啸天的动作轨迹。这才瞄准翅膀而非胸膛，保住了风啸天的性命。但小三的处境更加危险了。昊天锤越是展露锋芒，武魂殿的杀心便越坚决。不可能，他不过43级，怎么可能使出70级以上的气魂真身？我教给他们的7位一体融合技，虽不像武魂融合技那样强大，但却可以将众人的力量连接、凝聚、集中爆发。此时小三的魂力便是7人魂力叠加后的成果，再加上9宝琉璃塔的叠加增幅，小三的魂力竟已高达70级开外。这就是为什么小三能不可思议地跨越整整30级魂力的差距，驾驭气魂真身的真正原因。兽魂师的第7魂技必然会是武魂真身，化身为自己的武魂本体，拥有巨大的爆发力，实力以几何倍数增强。而气魂师的第7魂技就是气魂真身。以自己为气武魂的灵魂，令气武魂的威力达到极致。如果气武魂本身很强悍，那气魂真身爆发的威力只会比武魂真身更加恐怖。他们还没放弃，他们都是值得孩子们敬佩的对手。
经战胜了对手，难道小三还想施展乱披风锤法吗？恐怕整个赛场都会被一击毁尽。这股惊人的威势，莫非是天下第一奇魂昊天锤？停！爸爸，手里。回魂。不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应该是老师吧？这就是气魂真身，不只是魂力、力量，我仿佛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已与昊天锤融为一体，这才能使出真正的气魂真身。收。好险！如果没有老师的及时提醒，我可能已经失控，继而被抽干灵魂了。我宣布，本场的获胜者是史莱克学院。好。明天的决赛将在武魂殿学院战队和史莱克学院战队之间展开。老师，谢谢你。没想到你竟然能用出昊天锤的气魂真身，果然不愧是当世第一气武魂，是我失误了。今天孩子们消耗极大，我们先回去稍事调整，再做打算吧。好。虽然大家看起来并无伤情，可魂力消耗却极大，尤其是小三，使用了气魂真身，想必体内的魂力已被抽干了。小三，明日决赛，你的魂力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吗？我这里有固本培元的药物，恢复魂力绝无问题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我还是失算了。大师，我们战胜神风学院这场，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完胜啊！是啊，赛前大师把7位一体融合技传授给我们后，又吩咐小三指挥，以最快的速度击溃对手。这个战术不是执行得很好吗？如果早知道小三能够使出气魂真身，今天这场就不会如此布置。有了昊天锤的气魂真身，对战武魂殿学院战队，我几乎有70%把握。可现在过早暴露却不行了。难道1晚的时间，他们就能破解我们的7位一体融合技？不止如此，你们明天的对手有武魂殿做后盾，武魂殿强者无数，封号斗罗不知凡几，总能想出对策。刚才我说的，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教皇冕下，如果唐三明日再次使用气魂真身，非死即伤，无需顾虑，
你们只需要注意七位一体融合剂，按照我刚才所说，将其破坏。凭借真正的实力对战，他们根本不可能是你们的对手。是。哼，你们应该知道这场比赛意味着什么。不只是你们成名的机会，同时也象征着3块魂骨的归属。有7宝琉璃宗和那么多高级魂师学院看着，武魂殿是不能食言的。更何况，小三暂时也不能再施展气魂真身，否则他会承受无法预料的创伤，很有可能会影响他的未来。气魂真身和武魂真身有异曲同工之妙，甚至更加强大。而气魂真身最可怕的地方，就是将施展者自己的灵魂与气武魂融为一体，是需要消耗灵魂之力的。灵魂之力？与魂力不同，灵魂之力只能由魂师自己提供。以小三现在的实力，灵魂还远不够稳固。如果连续施展，灵魂受到重创，轻则记忆减退，变得迟钝；重则直接丧失神智。这是给你们的奖励，同时也是给你们的压力。如果输了，我会把你们都丢到迷踪大峡谷去历练3年。迷踪大峡谷那个鬼地方，怕是只有鬼才能活下来吧？这场比赛绝不能输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是。教皇冕下，您在担心吗？虽然他们今天占据了上风，可实际上胜利的天平依旧倾斜向我们这边。我担心的并不是那10来克奇怪，他们虽然天赋异禀，可毕竟还年轻，自身潜力还没有完全开发。除了唐三以外，其他人都不足为患。可大师不同，我与他相识多年，他的聪明才智乃是我生平仅见。那不同属性武魂的7位一体融合技就是证明。至少，我自问无法做出那样缜密的安排。您是担心他明天又会有什么特殊的安排，增加变数？不如让我去杀了他。就算有毒斗罗做手，我也有8成把握可以一击必杀。大师，那我们明天该怎么办呢？就算我们能够保持最佳状态迎战，可是对手的魂力比我们高的太多，又有武魂融合技的存在，想要战胜他们实在太难了。困难并不代表绝对。现在你们开始修炼吧，我要仔细想想明日的战术。你要是这么有把握，唐三也不会活着来到这里。你忘记当年老师怎么教导你的？狮子搏兔，亦需全力。轻敌大意，乃兵家大忌。是，教皇冕下。如果一位名誉长老轻易死在武魂城内，武魂殿颜面何存？而且他还出身于蓝电霸王龙家族。你们记住，今后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向他动手。是。夜深了，你们先退下吧。小刚，你还是那么令我惊讶。难道当年真的是老师拆散了我们吗？我能做的也只有保护你的安全。
至于其他人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。以邪月与胡列娜的武魂融合技，肯定能够暂时挡住我们7位一体融合技的威力。其他5人，只要破坏我们的阵型，我们就必败无疑。小三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想要战胜对手，现在有2个方法。其一，我不顾及灵魂消耗，再次施展气魂真身，但这也有可能会被对手针对，胜率在50%左右。气魂真身明天绝不能再用，7位一体融合技也是。你们要记住，当自己的技能已经被敌人掌握，就一定要求变，只有通过变化，才能打乱对手的节奏，夺回战斗的主动权。另一个办法就是破掉对方2人的武魂融合技，令他们失去战斗能力，然后再集中7人之力，拼掉对方的剩余5人。啊，你有破掉对方武魂融合技的方法？武魂融合技可不是普通的融合技能够比拟的，一旦完成，不仅威力极大，而且几乎没有破绽。对方2位魂王融合在一起，实际战斗力能提升到70级左右。他们就交给我吧，只要大家给我争取足够的时间，我相信我可以。是史莱克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唐三，唐三，你可是打败过我的男人，一定要赢啊！史莱克，看你们的了。小怪物，千万要当心呐！孩子们，这是你们毕业前的最后一战。坦白说，能培养出你们这些天才，我很荣幸。奥斯卡到，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必胜！史莱克学院无法一直帮助你们成长，未来的路要靠你们自己去走。院长放心，答应您的冠军，我们肯定拿下。比赛按计划进行，尽力而为，如事不可为，以自身安全为重。小刚说的对，以前我说过，拿不到冠军就不让你们毕业。但是现在我要说，我要的不是胜利，不是冠军，而是你们平安归来。无论胜负，你们都是我的骄傲。我绝不允许你们任何人出现伤亡。院长，您放心吧，我们还舍不得死，更何况还有那令人垂涎的3块魂骨呢。出发。史莱克，必胜！今天就要让他们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。
的差距是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我们之中，哪怕是级别最低的魂师，都和他们的队长差不多。我倒要看看，他们凭什么获胜。小三，放心吧，我没问题。这是固本培元的龙之液，服用后不但能够增加疗伤速度，刺激魂力快速恢复，同时也能令人精神更为集中，让我们能以全胜状态迎战。剩下的就看你们了。史莱克，必胜！必胜吗？那个唐三，我来处理。教皇冕下和长老们都在看，这场比赛我们不但要赢，还要完胜，绝不给他们任何机会。哼，我们是什么冠军？哼。我们就是来击败冠军的。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总决赛即将开始，请双方队员入场。史莱克学院战队以天斗赛区第1名的成绩进入决赛，在决赛赛程中也接连战胜许多强大的对手，向我们证明了他们拥有站上决胜场的实力。而武魂殿学院一直是这片决胜场上的霸主，邪月、燕、胡列娜正是史上最年轻的紫露勋章获得者，堪称武魂殿学院的黄金一代。邪月的武魂月刃极为古怪，一般人挥舞起来极有可能伤及自身，他却能运用自如，将其武魂本身强悍的攻击力加倍释放，着实可怕。胡列娜武魂妖狐，素来却有着天狐的美誉。传说中，天狐具有通天之能。胡列娜的实力究竟到了怎样出神入化的境界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这个人也能使用火？难道跟胖子一样是火属性的兽武魂？没那么简单。火焰领主，既然敢自称为火之领域的主人，其能力必定已经超越了火属性的范畴。这3人的能力的确不凡，不愧是武魂殿的黄金一代。比比东，不愧是你选出来的人。2位强攻系战魂宗孙传涛、李凯，在之前的赛程中
他们并未展现出真正的实力。今天，史莱克学院能使他们出手吗？敏攻系战魂宗张平，辅助系气魂宗徐宇，同样未曾展现实力的他们，今天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小高，你果然又变真了。胜者只有一个，谁能摘取桂冠？我宣布，武魂殿学院战队对史莱克学院战队，比赛开始。第二魂技，狐媚。再好的魅惑技能，总是要通过听觉、视觉、味觉、嗅觉、触觉、感觉这6感之一来触发的。武魂殿队的那个胡列娜，主要是靠视觉和听觉。所以，明天我们就这么做。第二魂技，魅惑。既然以魅惑对抗魅惑，谁的精神力更强，谁就会占据上风。小五，小五虽然受伤了，但无疑也打破了胡列娜的先手。小五啊！第4魂技，光明玉指。武魂融合技，妖媚。邪月和侯列娜的武魂融合技，能将人困锁其中，进行多重能力抑制。小三能应对自如吗？原来玉田恒明知那场比赛取胜无望，也要冒险应战，为的就是逼迫他们提前使出这杀招。果然，外部人无法窥探红雾之中的情况，连您也看不见吗？这红雾十分古怪，我想，只有魂力或精神力达到巅峰的人，才能勘破其中玄机。这就是妖媚。从未听说过武魂融合的形态会是人形。他们之前武魂融合有这么迅速吗？是那个辅助魂师的技能，令他们瞬间完成了融合。史莱克七怪为何不打断这个武魂融合技？眼下的情况也是大师计划中的一环吗？如果是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呵呵呵呵。